过刚才彭皮有讲到说，是不是这个网络直播，有些证人不愿意曝光，或是等等之类的。但是我看到你们列的证人的项目，我觉得很大咖，我很想要网络开庭看看证人出来。我看到你列了一个叫做蔡英文，还列了叫做陈水扁。还有一个证人叫做蔡英玲，那应该是蔡英文的姐姐，还有一个刘铁珍，应该就是算是蔡英文的老师级的这个证人哦。这个列了这么多的证人，如果他们真的出席，我相信应该蛮热闹的啊。这些证人都是公众人物啊，而且都是这个素服众望的公众人物啊。其实其他证人都不必啦，有一个证人如果不出庭的话，这个案子毫无意义啦。就是你蔡英文本人呐、你当事人，你不出庭为你自己作证，那其他人是在假白写在画上面修。你自己在伦敦有没有拿到学位？你这3年中是这个所有的证件，这有的没的疑点百出啊。只有你这个证人可以澄清你为什么有3张证书啊。只有你这个证人可以说明你为什么这个论文会长成这样子啊。只有你可以证明你当年这3张证书是怎么去申请补发的，对不对？只有你可以证明你1983年的10月16号还是10月17号口试，只有你证明你口试当天你的指导教授，你的这个口试委员叫什么名字。除了你以外，还有谁可以帮你作证嘛？对不对？所以你不来，那是开什么庭啊？所以我不懂如果这个案子不传蔡英文，那请问你这个案子要怎么审？对，可是我老实用现实的说法来讲，你要蔡英文总统他出席，我觉得我就是用常识来判断，微乎其微。但是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陈水扁前总统会不会出庭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他也对论文们有相关的质疑，也讲出相关的论述哦。有没有可能陈水扁会出庭？他一定会出庭。我问过他，真的。我跟你讲，他敢讲，对，他敢在节目中讲。他是大律师呢。他在那个民事的节目中讲，他在他的脸书上面也写了，他敢这么做，他一定知道有一天会被传当证人嘛。他的司法敏感度不可能那么低啦。那他当然知道有根据，他才这样说。他说了2遍还不是只有1遍。所以呢，传他。可是我觉得这些证人都相对不是很重要了。坦白讲，你说好吧，他说他承认说，当时这个黄国俊跟他讲说，他这个2015年的这个补发证书是找了这个英国上议院的议长 Anthony Giddens 帮他瞧的。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当然黄国俊是过世了。如果黄国俊没过世，他只要说，我当时随便讲讲啦，就开个玩笑，那这证据就断了嘛。所以这个证人不是最重要的证人了，坦白说。对不对？他只能说 he says she says， 他听说，他确实他出来作证说确实我有听说，那又代表什么？最重要的证人叫做蔡英文，其他都是假的。如果他不当证人，他不出庭的话，所有证据通通可以丢垃圾桶。对，除了他以外，谁能证明说这张证书为什么会没有钢印？除了他以外，有谁可以出来证明说为什么这个口试通过通知函没有签名？为什么你的这个博士取得通知函会比口试通知函要来得早？只有他能说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替他说明。而且你想想看，他如果不出庭当证人，那你就撤告算了。虽然我不愿意他撤告，你自己告人，你都不愿意作证，那你来告什么？你来法院寻大家开心吗？这2年的时间，我们是陪公子读书吗？对不对？你敢告人，却不敢出庭作证，然后交给了检察官，你自己不自诉就算了，你交给检察官，检察官公诉以后，你还不愿意出来作证，说你所说的东西是真的，拿出证据来，那请问你告人是在告什么？所以这个案子大家把眼睛张开，可以看到今天这一出荒诞的荒谬剧要怎么演下去。各位，我很鼓励大家写信、打电话、email。我确认2件事情，写信跟打电话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去阅卷的时候发现，民众打电话进去跟写信的东西，他都把它做成文字档，呈在卷宗当中。那我手边刚好没有拿到，有些人就是义正言辞的教训检察官，有些人义正言辞的告诉法官说你要拿出良心来，还有人义正言辞的
替我辩护。那个辩护状我看其实蛮感动，他说彭批连3000万的退休金都不要了，他怎么可能为了生计然后去诋毁国家元首？所以这个黄伟检察官的这个说法是太过荒唐，所以大家都把自己在这个论文当中看到的你认为对的部分写信去给检察官，然后最后说 by the way， 最后我们要求检察官要求刘成武同意网络直播开庭，也要求姚念慈法官同意网络直播开庭，因为这个起诉状或者不起诉书当中有太多荒唐的东西，我们认为国家的黑手介入，所以他们都写了很多他们的理由跟最后的诉求，结果通通被附在卷宗当中，有用，非常有用。还有一位牧师叫黄世哲牧师，他具名留电话、真人住址，还引用圣经的话，引用圣经启示录，谆谆教诲法官跟检察官说，你们不要做伪证，你们不要说谎，不然你们会下地狱。这个东西通通都出现在卷宗当中，我们都看得到。有没有用呢？非常有用，因为你们提出的证据，或者你给这个法官、检察官的这个，当然我是劝大家不要骂人了哈，因为圣经上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你去骂检察官、骂法官，你就是骂爽的而已，其实没有什么用。最能够劝服别人的是说理，娓娓道来。所以你们可以去引用你们觉得在宇宙真经学院当中学到的最重要的证据，你把它列出来，然后告诉检察官、告诉法官说，我们认为这才是事实。那也不用写多，最后要求他网络直播开庭，每一封信都会被列在卷宗当中，非常的有用。到头来各位看到那个卷宗呢，可能要用那个卡车来拉这个10个皮箱，那个时候法官跟检察官就会感受到压力，他就会想说，为什么这些民众都对这个案子这么熟悉，而且为什么这些民众都举了这么多的例证出来，那我们这边还坐这边质疑这个被告，我们还要判他刑吗？所以各位的一封信可以帮台湾的司法非常大的忙，而且可以让这个诈骗的整个案子能够摊在阳光下。所以为了当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官司，因为我如果为了个人官司，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我认罪，然后协商，这案子可能就结束了，因为这是非常轻的罪，不是为了我个人，我们一起打一场司法之路，而且我们一起揪出这个38年的诈骗集团的首脑跟他们的共犯。对，刚才彭批特别讲到说，如果直播的话，公平公开的摊在阳光下，你就会知道这整个法庭上的审理，或是有一些出现在很奇怪的地方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昨天贺德芬老师他就特别在他开庭里面，他看到了一个，其实在昨天的正经关不了也有讲到的，蔡英文的口试日期又变了。这出入境记录，大家都觉得说1天之内你敢去风尘仆仆，敢去口试很厉害，但是怎么会？在法庭上，这应该是要非常严谨，这有证据力的证据。说口试日期是1983年10月中旬，实际日期是1983年10月17号。掐指一算，原本质疑是礼拜天，现在变成礼拜1了。可是先前英国的各个单位，这边明明就写的是10月16号啊！我今天还特别再去翻一下，找出当初给这个 Michael Richardson 回函的这一个嘛，10月16号。这怎么回事？这是未来人又出来把过去的事情改了一遍，是不是？对，徐府你很用功哦，你把那个前面的东西都调出来。对，是正式的出现3次，3次都讲10月16号，而这个过程中，总统府从来没有反对过，也没有任何回应，直到他发现这个入出境资料呢都不拢，现在呢又偷偷的递上了一个函说不对，日期是10月17。他被我们笑了快2年嘞。我观众朋友很多人记得，我还在那唱歌嘛 ，Beautiful Sunday， 我们都快消遣他快2年了。现在呢，突然临时想到说，原来是10月17号，这不是太搞笑了吗？是。好，如果你认为是10月17号，这证明了2件事情。第一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说错了，表示什么？不是他错，当然是你错，怎么会是他错？因为假设学校说的是
学校的记录，那当然是学校记录是正确的嘛。他一定是去查，他不可能用脑子记的嘛，不可能用脑子记错，他一定是去查了之后贴上去的嘛。对，那蔡英文的律师说应该是10月17号，可见什么？可见你自己也没把握嘛。好，那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是对的。第二个，不知道你们两个谁是对的，所以 Michael Richardson 才要叫英国的行政法院公开你的口试日期跟口试委员的姓名嘛。因为你看一笔糊涂账嘛，一笔糊涂烂账。这个学校原本说的是他们 we don't hold copies， 他们原本说的是我们没有保留学生的毕业证书跟这些资料。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律系更直接讲明了说我们没有他的资料。结果今天竟然呢，就蹦出了一个10月16号口试，结果被这个学生给打脸了。学生说不对不对，我是10月17号，那证明什么？证明你们两个中间有一个有鬼嘛。为了证明你们两个中间有一个有鬼啊，或者还你们两个清白，你们两个都没有鬼，所以要怎么样？我们要求公开你的口试日期，跟公开你的口试相关资料嘛。所以这不是更证明了 Michael Richardson 跟现在在海外这3个在排队的人，他们要求资讯揭露的正当性吗？所以我常常觉得蔡同学的这个他旁边这个诸班队友，或者他这个法律辩护团队也算诸班队友了。为了要圆谎，不断的要制造谎言，最后会非常辛苦。你看他为了要去圆他的那张照片，后来被踢爆，那明明就在波士顿，那明明就不可能是10月份的天气，10月份的天气非常的冷，在伦敦，那明明就不可能是英国伦敦的场景，因为后面的人是开车是左驾，英国伦敦是驾驶坐在右边。他为了发现糟糕了，被踢爆了，他就偷偷的上网去把电子档给改了，但他没有想到，他那本书的实体书已经发行了2刷、第3刷了。我们办公室就有30-40本了。对，那个黄世哲牧师啊，他就特地去买了1本了，他还特别标了2样东西寄给了法官。他说第一个，那个照片是假的嘛，他把那个当时那个原来的书本纸本的照片第几页都告诉，还把它印出来。你改电子档没有用，因为你的书纸本已经写了。而且他第二个，他直接打脸蔡英文说，你在这本书的第几页讲到说你得了1.5个博士学位，可见什么？可见他在跟那些年轻人讲话的时候，他不是口误不是吹牛他的纸本自传也这么写的是，所以你知道到今天为止，有这么多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个诈骗集团不断在说谎，然后被捉包以后他又捏造就篡改，所以我们要求保全证据竟然被驳回，理由是说这证据不会变造，不会湮灭，不会捏造，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大家持续写信给检察官，写信给法官，把你们看到这个案子最关键的证据也不用多写，就列个这么1项，每个人列1项就好了，然后要求法庭直播，寄给台北地方法院院长黄国忠、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姚念慈以及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刘成武。有没有用呢？我相信蚂蚁雄兵滴水穿石，我相信大家用很温和的口吻把证据拿出来，我不相信这个东西不会让他们感觉到一丝丝的惭愧。对，不过刚刚彭碧在讲说，希望民众用这公民的力量去看这个审判，然后给这个让司法不要说给他们一个压力啦，就是说让至少公诸于世嘛，让大家做一个公平。可是现在我看到好多声音，他是不相信民进党政府底下的司法体系了，因为诸多的最近很多的零零星星的案件，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就是一个是太阳花，那我们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但当时当然后来蔡政府上台之后选择撤告，但是有一些是公诉罪，所以必须继续走完审判。那今天最新的一个审判就是说，攻占行政院，然后并且是在警政署前面泼红漆、泼洒等等，原本是被判刑的、被判罪的，但是呢，后来是高等法院2审认定，因为这些油漆啊可以去自由清除本体啊外形没有损害，所以什么前民进党发言人率众涂鸦，这是判无罪，这是一个官司。另外呢，还有这个就是才干过人的丁先生，
那就是被认为被抓到酒驾嘛，然后撞到人了，大家觉得说当然我要先特别澄清一下，他说他很有悔意，他也的确有停下来哦，有去处理这个事情，但酒驾肇事嘛，但是呢，现在发现哦，居然是检察官不起诉，不起诉的原因是因为说他通过了什么直线步行、画同心圆等等的测试，那当然有很多人就开始，不对，有些人可能有酒驾的经验被抓到，他说我怎么没有这一些测试啊，我就直接被起诉，所以也有很多的包括了法律事务的相关人士就说，这个到底有什么公平正义而言，这没有一体适用，大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啊，现在就对这个司法体系。我先讲后者了，有些人喝到酩酊大醉，他还是可以走直线哦，真的。我有些朋友是海量了，他可以喝到那个快挂了，然后还可以直着走回家的，这每个人特异功能啊，何况他才干过人，所以有什么特异功能，我们觉得也不奇怪。好，刚刚讲到太阳花无罪，那不是很好吗？那接下来大家不是就去行政院泼漆啊，然后去那个行政院吗？那不就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判例吗？其实我是说真的哈，我觉得如果今天政府这么独裁哈，这个判例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好事。坦白说，你可以准备很多油漆了。对，太阳花无罪。如果今天政府这么独裁，这么这个暴力，这么违反民主，这个判决无疑是给这个民众抗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嘛。所以照这样讲的话，可以啊。那大家已经快受不了，那就去总统府泼漆嘛，就占领总统府，反正无罪判例在这里，不是这样吗？好，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酒驾的事情，不是后来还有一个驾驶这个什么这个撞人肇事逃逸的陈柏惟吗？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已经有国家队在给他鼓励，肇逃好，加油，陈柏惟加油，他都已经肇逃了，人家要加油是继续跑更远，是不是？我这样讲哈，这里面有几个观念啊。第一个，如果他今天只是有肇事前科，我觉得不小心的嘛，或者是被碰瓷嘛，你有各种可能啦。我觉得那个你只要开车有个20-30年记录，中间难免会有一些小问题。好，这是违罪。如果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无可厚非啦。那第二个，我觉得第二个比较严重的叫做酒驾肇事，我认为这个严重。但是这不是最严重，比这更严重的叫做肇事逃逸。这个非常严重，因为证明什么？第一个，你原本可能是无意的，可是你撞了人之后，你再跑掉，你第一个你推卸责任，第二个因为你跑掉，你弃置这个被你撞的人的生命跟安全于不顾，这是最不负责任的。我认为这个罪比酒驾更为严重，因为你酒驾，你可能只是贪图侥幸，你觉得你贪杯没有喝那么多，你觉得你应该可以走直线，你应该开车不会出问题，结果出了问题，那只证明一件事情，你要不就是过度自信，你藐视这个法令啊。但是故意的成分当然是酒驾肇逃，这是非常恶劣，最严重叫酒驾肇逃嘛。对。但是就没有喝酒，我跟你讲啊，酒驾肇逃的责任搞不好还没有那个没喝酒的人重。因为喝酒的人邦邦的，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撞到人，失去行为意识什么之类的对，他当时的判断能力都失去了。你今天清醒的撞到人，你还逃走，我觉得这个刑法上，我觉得应该叫故意杀人或故意伤人，对不对？而且你弃置于被你伤害的人的安全于不顾，你不去报案，你不去帮他处理，你竟然跑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各种交通事故中最不可以原谅的，比这个酒驾肇事逃逸更不可以原谅，因为你的意识是清醒的。所以我说，如果我是陈柏惟，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我是一个民意代表，我有这样的事情，我根本就不应该再步入政坛，或者是说根本就应该被揭露的这一段过去，如果你还有一点点羞耻的话，你根本就应该辞掉立法委员的工作。对，那看起来没有，因为第一时间他说的是，
哦，有这个事情吗？然后一开始是说他的那个包括办公室等等，还发新闻说这个是抹黑，然后再来呢，人家秀出证据之后，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说，因为他家里自小贫困清苦，他兼2份工，所以他是疲劳驾驶，很可怜呐、啊，疲劳驾驶不小心撞到人，大家都觉得奇怪，不小心撞到人或是人家撞你，这个都有可能，但是你造逃，这跟家境贫苦有什么关系呀、啊？对啊，所以这个毫无逻辑可言嘛。我的重点在于，你肇事逃逸，逃逸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哦。这个，如果我们把它往上纲一点的话，变成你可能是，由过失伤人变成故意伤人或故意杀人哦。对，因为你有救人的可能，你留下你不肇逃，你有负责任，你有救这个当事人被你撞到的人的这个可能性，对不对？你可以帮他处理。这个找救护车，结果你逃逸，你逃逸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弃置放任这个受伤的人可能一步一步的流血失血迈向死亡哦。对，所以你这不是蓄意伤害吗？对，这个东西还可以。那对，是，而且当时我觉得就光这一件事情就是谎话连篇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他还说哦，撞到人之后，后来他发现撞到人，他就去警局就是投案。或者是说去警局报道，结果审判书上面、判决书上面说是隔天警察透过了车牌找到了人，打给他通知他到案，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根本不符合。就是说啊，你当下真的很慌张逃走，事后想一想，不是你是隔天你被抓到了，你不得已才去投案的、啊。所以这个非常恶劣了。我坦白讲，就是你不负责任。更有甚者是你弃置于这个被害人的生命于不顾，然后你就肇逃，然后你后面还谎话连篇，一开始还这个否认，一开始否认证明什么？你可能这辈子干的坏事太多了，多到你认为这个肇不足以放在你的记忆当中，记忆体已经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离谱，很离谱啊！就是然后另外一个离谱的就是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国家应援团。国家蓝勾勾加油队，各个立委、各地方的议员跑来帮忙他加油，赵桃居然是帮忙加油，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真的荒谬。那些帮他加油的名单应该整理起来，我觉得应该在公布，然后做成一个档案。就像我们在论文门当中，我们对周边的所有的律师学者曾经发言过。去挺蔡英文的论文的人，我们都会把它收集下来，因为这个将来其实是我们在写历史，让大家看看在这个年代当中有这么昏庸的一群人啊，为了拍这个国家元首的马屁，去当这个国王的新衣里面那个文武百官，他们的名单如下，他们说过的发言如下，我觉得这样做才会让这个社会有所反省，不然这个社会没是没非。对。真的是没是没非。最后一个你看到就是说，他最近被连环爆嘛，说又有判决，大家去查，哇，原来案底一堆，又赌博说去打快打旋风，结果被人家查出来，你就是去打这个所谓的宾果电玩嘛，这个底下是有快打旋风的这个 mark 没错啦，上面是宾果电玩，然后他当然他又有一套说法了，就说啊，那的确有很多。什么满贯大亨啊，的确有很多宾果行星，可是我真的就去打电动等等。但我发现这一次哦，那刚刚那些蓝勾勾国家队不见了，他们发现这个船不能再要弃船了。这感觉这跟论文门的状况其实蛮像的，就是说我第一次啊，反正我先跳上船帮你应援一下，后来发现不对呀、苗头不对，这事情越来越多就出来了。对啊，我觉得他年纪也不大吧，怎么会？前科累累的，我就觉得，而且他现在还不是民进党党员嘛，对吧？他是激进的嘛，对吧？对，那民进党在应援什么呢？他们在背书什么呢？这个我实在没办法理解。对，不过现在看起来，因为看起来不知道后面还会爆什么料，所以我看刚刚那个明星应援团已经不见了。那当然，刚刚。彭批有讲说，这跟论文门看起来那个状况是很像的，但也相信说最后真理会越辩越明。所以刚刚彭批有特别呼吁说，如果朋友关心论文门官司这个案子，可以赶快的写信或是打电话反映
给司法单位形成一股力量，希望说能公平公开的来做这场的审理。那今天时间我看时间已经到了，对，一聊超过那么多，谢谢彭皮晚安。谢谢徐府，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好，论文门开箱，我们下周见，拜拜。